比特币终于要创新高了吗？今年第4季度会有160亿美金流入市场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看到比特币的周线图表，我们可以发现呢，比特币目前在前高附近已经受阻非常非常久了。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我们在上一轮的牛市呢，其实我们大约可以发现啊，我们在上一轮牛市也出现了非常非常雷同的状况。你可以发现。我们在上一轮牛市的时候，我们也在1万的位置呢受阻非常非常久啊。不过你可能会说啦，1万它又不是我们上一轮牛市的高点。不过各位朋友们，我们可以仔细观察啊，我们当时在2017年的年尾所创出大概在2万左右的顶峰呢，其实当时只是一个假的突破，一个抢购高潮而产生的顶部而已。而当我们的市场渐渐成熟之后呢，我们就不会出现这么不理性的暴涨暴跌。所以我们在2021，当时我们所出现的顶部啊，其实是圆弧的，它并不是尖顶啊。如果说我们在2021当时产生的顶部它是尖顶的话，它有抢购高潮，其实我们是绝对有可能啊，直接去到7、8万或甚至更高的位置。所以，我们真正在上一轮牛市遇到的阻力呢，其实大概是在1万左右就成为顶峰了。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前期它都有非常明确的一些互换，然后我们在牛市的准备过程呢，我们也是不断的测试1万左右这个位置不断来来回回的测试，直到我们最后突破，并且开启暴涨。那其实我们在这轮牛市呢，我认为也可以拿来拿来做对比，因为其实走势是相当雷同的。你可以发现我们在前面的高点啊，它受阻过几次，而且是非常明确的受阻。那我们现在呢，也到了一样的位置之后，我们就受阻，而且我们在这里震荡非常非常久啊。那我们可以稍微来对比一下时间的周期。我们如果测量，我们从熊市的底部呢，到突破重要的阻力，最重要的阻力大概是走了680天左右。那我们这轮牛市呢，如果我们从15500左右当时的最低点呢，一路看到现在，大概就是600多天了，所以其实差不多。所以其实我们当前所走的时间距离呢，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那其实我们在前一阵子呢，我们有谈到我认为如果我们现在要开启多头的话，我们只会有2个时间节点。第一就是在10月左右，第二就是在明年的年初左右，大概就是这2个时间节点。所以你可以发现我们相差大概就是不到3个月的时间，我们确实非常有机会可以在现在呢，或者说在附近，现在往后一段时间3-4个月内的附近走出一段新的多头的起点。那我们要切小级别，我们来观察一下它会不会是我们这一波的上涨。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等等的，你质押 USDT 你就可以拿到300美金的年化报酬只有1天。那你领到这些报酬之后呢，你可以直接提币走，因为它就是现金，完全没有任何的成本。那这个活动真的是非常非常优惠，而且限时，之后不会有这个活动。我们再回到比特币的盘面上面，回到日线上呢，我们可以发现虽然说我们在公布利率之后呢，我们就开始上涨，不过你可以发现呢，我们先来看看裸 K 的部分，就观察这几根 K 线，你可以发现我们 K 线的实体部分呢，越缩越窄，越缩越窄。那这其实是确实有受到阻力的表现，就表示我们大概在64000、65000左右呢，它确实是有阻力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观察64000、65000这个阻力，它能不能明确的突破？当然了，它也是我们双底的颈线附近的位置，所以这点呢非常的关键。那如果说能突破的话，我们就来观察它能不能到通道的上缘。因为如果我们要有明确的多头信号的话，最保险就是我们至少得突破通道，至少得突破日线的通道。那我们目前是还没有观察到这样的状况的。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一波上涨，它确实是得益于利率一次就降息了2码。那现在只是慢慢把这个消息给释放出来那释放消息它确实会需要一小段时间，不过等到这一小段时间的热情消散过后呢，因为其实我们在这次利率公布之前，真的有非常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会降1码还是降2码，大概就是一半一半。那现在就是把这样的利多这样的情绪呢给消散掉之后，我们要来仔细观察一下接下来的比特币的行情它会怎么走，因为其实这种短期的消息它是不影响我们整体的走势的。
不影响我们整体的趋势，它不会影响。那我们要把消息退散之后呢，我们才能仔细理性的来观察一下我们真正的趋势它会怎么走。那我们来切小级别来看一下，其实当前呢，我们正在走一个慢慢震荡向上的通道。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通道它会不会被往上做突破。我们讲到利率呢，我们就不得不来提一下我们上次的利率降息过后，我们下一次大概是在47天过后呢，其实分歧也是很大的，到底是降1码还是降2码，完全说不准，一半一半。你可以看到，我们在第一次降息就降了2码的情况下呢，我们第二次的降息也有可能直接就再降2码。其实这在过往的预防性降息里面呢，这是不常见的。已经说的是预防性，那就会很缓慢的进行，因为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经济危机就进行降息，这就是预防性。不过你可以发现这一次居然是第一次就降2码，而且有可能第二次也再降2码，那这就会让人怀疑这背后有什么动机。其实主要就是2种最可能的原因。第一就是 FOMC 它其实已经看到从数据上面有可能出现衰退的一些征兆，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反映在股市上面，不过有出现一些征兆。那我们从鲍威尔的谈话当中呢，是并没有看到这些征兆的，他并没有谈到关于经济衰退的任何一份数据，任何一份发言，所以我们可以判断基本上不是这种可能。如果说他在谈话当中有谈到可能数据表现出有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的话，那我相信我们一定是下跌。那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比较乐观的，就是我们完全是预防性的降息，经济呢也没有出现危机，从数据面我们也看不到任何的征兆，但是我们却可以降息的这么快。那我们接下来呢，其实当然是比较乐观的这是当前的看法。那我们再来看到 FTX 呢，它即将在2024年，也就是今年的第4季度，也就是10月、11月、12月这3个月呢，会分配160亿美金的款项，用 U 来给这些债权人。那这些债权人他们都是有在加密货币玩的，所以他们很有可能再把这些资金呢再重新投入到加密货币当中，那这就会形成非常大的一股买入的力量。你可以观察到它的会计的报表上面呢，它确实是有160亿美金的这样的流动性，然后要来分配给加密货币。而且呢，其实我们可以观察我们在过往的一些数据比如说我们可以从月份的回报率我们来看我们在过往呢牛市当中在第3季度往往是回报率最好的，就是10月、11月、12月这3个月你可以看到它很多时候一上涨就是连续3个月都在上涨。那我们2024年，我们对比4年前的周期呢，你可以看到2020年全部是上涨，再往前2016年也全部是上涨。所以我们在今年的第4季度呢，如果说走出不错的多头的话，我们可以走很长一段，而且可以一直延续到年底。那会不会随着我们这一波的流动性呢？我们就拭目以待。而且你要知道我们 ETF 带给市场的流入量呢，大概也就是100多亿美金左右，一直统计到现在。我们再来看今天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利多，或者说对币圈真的是很标志性的事情，也就是 SEC 已经通过了交易比特币 ETF 的选择权，选择权在大陆叫做期权。你可以发现呢，我们在过往在传统金融上面我们是接触不到加密货币的。那现在你可以发现它进展的过程非常之快。在2017年就通过了比特币的期货，也就是 CME 嘛，对不对？期货合约其实非常雷同于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合约啦。那随后呢，又通过了比特币的现货 ETF， 相当于我们在做的现货。你要知道美国的 ETF 都是有100%的现货比特币作为储备的，那其实就相当于是现货。那还有最后的一块拼图，也就是金融市场，就是3大工具：现货、期货合约，还有选择权，也就是期权，3位一体。现在缺的就是期权。那 SEC 最后要把期权的这块拼图呢给拼上，来把加密货币在传统金融上面的几种管道呢，全部都给完整齐全。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当期权在美国通过之后，会对市场上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第一，流动性它就可以被大大的增加，
我们就不用再去担心过往发生这种流动性不足导致很严重的差针，或者说很剧烈的行情波动的影响。而且我们在面临行情的时候呢，比较不会出现极端行情。如果你一直在加密货币当中，你可以发现我们当时在2017年有非常非常多的极端行情，在2021年、2020年也都有出现。但是我们到了这轮牛市呢，极端行情真的少了很多。我们从统计数据、从主观的、从客观的，我们都可以发现这个事实。那最后就是它会成为巨金对冲的工具，也就是它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只有一种手段，只有现货，那它就会往市场上倒入很多的现货，然后让市场上呢有这种流动性不足的影响。所以你可以发现比特币虽然说它出现的时间呢没有很长，可是它进入了传统市场之后呢，它成熟的时间非常的快，它成熟的进程呢非常非常的快。我相信很快比特币它就会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的市场。当然到时候要在加密货币有利润呢，也会变得非常的困难所以这轮牛市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